立冬過後，年末的節日氣氛漸濃，氣溫啊卻驟然下降。這種時候，圍着熱氣騰騰的爐子來一頓烤肉或者火鍋，那可真是爽到家了。但是你有想過，奶酪也能用來做燒烤嗎？嘿，我是喜歡帶你探索美食的牛仔肉。今天跟我們去吃阿爾卑斯山腳下瑞士和法國的特產 Raclette 燒烤奶酪。看過上一期奶酪火鍋的小夥伴應該會發現啊，沒錯，我們又來同一家店了。不過今天我們要來吃的是另一個瑞士奶酪的特產車輪奶酪，叫 Raclette。更有意思的是啊，我們剛一坐下，老闆娘就認出了去年來吃過奶酪火鍋的我們，並熱情地向我們展示着今年她新進的一些夯貨。這裡就順便帶你們一起複習一下我們吃懂奶酪那期視頻。這個老闆娘正在費勁巴拉轉動的是一種叫做 Date de Moine， 起源於800年前瑞法邊境修道院的一種半硬質奶酪。這種生奶制作的長時間熟成的奶酪有明顯的堅果和奶香風味，還有微微的草本辛辣氣質，因其味道十分濃郁，所以當地人便發明了這種別具一格的吃法。用這個特制的工具啊，輕輕地刮下表面的一層奶酪，當你將這朵薄薄的小花放進嘴裡，風味在味蕾上瞬間迸發，是一種非常有趣且特別的體驗。這個奶酪其實一點都不臭，它是那種近似於孔泰就是公爹奶酪，會有果香，比較回甜，它會比車達奶酪再濃一些，風味再豐富一點，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法國人看不起車達奶酪的原因啊。然後他說今天除了 Raclette 之外，他還會給我們準備2個特別的奶酪甜點，我們可以期待一下。進入正題，接下來就是我們選燒烤奶酪的奶酪品種環節了 ，AKA 選鍋底。這時啊，阿姨直接合上菜單跟我們說：“你們倆這進階奶酪愛好者，普通的拉克萊特奶酪肯定不太夠味兒，我給你們推一款這2天剛到的，還沒上菜單的奶酪可好？好嘛，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再推辭啊，就好比是你操着一口正宗的四川話，卻在成都的火鍋店又點鴛鴦鍋一樣，試試就試試，只要不是燒烤藍紋，應該也沒啥大不了的。”選定鍋底之後，肉嫂又根據阿姨的建議選了2杯白葡來做搭配，一個是來自羅爾河谷的小眾名酒桑塞爾，另一個是阿爾薩斯的雷司令和瓊瑤江混釀酒。桑塞尔就是那種果香很足的半甜型的，或者叫，果然是我最喜歡喝的白葡萄酒之一啊，真的好喝。而且它的這個果香應該會很好的去中和掉奶酪沒有那麼令人愉悅的這些味道，果味的白葡和奶酪是最大的。說話間，今天晚上的主角正式登場了。這個就是我們吃 Raclette 車輪奶酪的一個機器來，你們可以看到，其實它是一個特別簡單的一個結構。哦 ，merci。其實裡邊就是一個加熱部件，然後你靠近奶酪呢，它就會把奶酪融化，然後要吃的時候把它掀起來，然後我們用這個刮刀把它這樣刮掉就行了。Raclette 法語裡邊讀音其實是 Raclette， 它是這個動詞，就是刮的意思，所以很形象地解釋了這道菜是怎麼吃的。然後我們今天選的這個奶酪呢，叫Morbier。雖然 Raclette 有專門的 Raclette 奶酪啊，它是瑞士的一種半硬質奶酪，但是 Morbier 也可以用來吃 Raclette， 而且它的味道会更豐富，因為 Morbier 是那種典型的喜皮奶酪。看過這種奶酪的小伙伴應該還記得哈，這種奶酪因為引入的菌種更複雜，所以風味的豐富度是會比半硬質奶酪要高很多的，會有那種類似於豆腐乳和臭豆腐的深度發酵的更豐富的氨基酸。我自己覺得啊，它其實臭味是很克制的，相比藍紋奶酪來說可差太遠了，所以它很適合用来做 Raclette， 就算加热吃着也都還是香中带臭，臭中带香的那种感覺。我們現在就打開機械，讓它開幹吧。Raclette 的配菜其實真的特別簡單，2個慢烤的大土豆，然後這邊有各種不同的3區的乾製火腿、熟製火腿、豬腱肉、香腸跟 chorizo 西班牙臘腸。然後還有就是沙拉跟酸黃瓜肯定必不可少嘛，因為解膩用的。我們現在就等着奶酪融化，然後就可以開吃啦。心急啊，可吃不了熱豆腐。奶酪被加熱到融化，開始滋滋冒油，並變成流體，緩慢流入鍋內的這個過程，大約要10分鐘左右。這過程啊，只能用4個字來形容：如坐針氈，如芒刺背，如鯁在喉。我應該帶一點辣椒面來的。等了好久，終於等到今天。接下來我們就需要把融化的奶酪全都刮下來，好讓它繼續烤了。然後把這辛辛苦苦攢出來的一小鍋精華，一股腦澆在香甜軟糯、熱氣騰騰的土豆上。這個過程啊，可太治癒，也太誘人了。哇，好吃！
好吃好吃。首先它这个模糊鳖的品质就很好，然后你烤了之后臭味啊是更加的不明显了，然后加上土豆裹着的这个香甜的味道，你能吃到的就是非常丰富的油脂，然后软弹拉丝的那种感觉，加上奶酪熟成之后的那种坚果味、腊肉的那种味道，咸鲜味特别的足，而且它的味道丰富程度啊比一般的干汁奶酪会来得多，你能吃得到那种豆腐乳、臭豆腐的那种感觉的味道，就是那种极致的鲜味，但是这个鲜味是藏在臭味后面的。这口大的给你们吃。这口可以再喝一口排骨，它是冰的，很解。一口奶酪土豆，再接一口白脯，这个可太清爽了。对，因为你刚刚吃了一坨脂肪含量这么高的東西，然後一個果味的、冰鎮的，跟着這個一起入喉，你那種感覺實在是太爽了。哎呦，要刮了，要刮了，要刮了！嗚，燙燙燙！哇，這次這個烤得更加的焦脆耶。因為時間長。而且我挺喜歡吃它的那個殼的，我說實話，我要吃殼。只經過2分鐘的短暫休息，咱們的第2輪開幹。Raclette 裡邊其實有個意外好吃的東西啊，就是我們平常不會吃的奶酪皮，在烤過之後，奶酪皮會變得非常的脆，而且它的風味會很好的焦糖化濃縮嘛，就有點像在吃一個奶酪脆片的感覺。然後你搭配的土豆就是又脆又軟的這種口感，特別棒。我們光顧着吃奶酪，火腿是一點都沒動啊。這次要來一個火腿奶酪土豆版本啊！這口太大了，確實有點太大，但這口真的很爽啊！就你能體驗到大塊朵頤的那種融化的奶酪包裹着土豆跟肉，從你喉嚨這樣滑下去、墜下去的那種吞嚥感啊！吃食物的時候，很大一部分的快感其實是來自於這個吞嚥感的，可太爽了！我都不敢想，要是把剛剛這些東西倒在一個三明治裡邊，簡直不敢想。你就想說你需要麵包了唄？不行，我今天晚上要多吃奶酪跟土豆，我不要麵包，堅決不吃麵包。你們肉燒已經吃不動了，我已經吃了第5輪了，差不多，但我估計我也快不行了。這塊奶酪要消耗掉它，真的太不容易了。誰可以來挑戰一下，把這個奶酪吃完？我覺得他們應該設置個獎勵，能夠把這個吃完的可以免的。講真，我覺得我們今天已經盡大力了啊！那麼大一塊，我現在吃的只剩大概有拳頭那麼大小一塊了，我真的無法想象什麼樣的人才能夠把這一頓完全給吃完。肉燒土豆都還剩了2/3沒動呢。真的是太貼實了！健身人士們討論什麼生酮飲食幹嘛的？阿爾卑斯山的牧民800-900年之前就已經開始幹這件事情。接下來就又回到咱們頻道的舒適區了哈。阿姨跟我們說的神秘甜點來了啊！第一道是用山羊奶酪做的冰淇淋，她說是鹹甜口的，然後它配了蜂蜜跟堅果，然後還有上面脆片糖漬的橙子皮。讓我們現在來試試。好吃哎！這個冰淇淋你吃不出來一點山羊奶酪的膻味，但是你能吃得出來山羊奶酪的那種綿密感，加上了蜂蜜跟橙子糖漿和橙子皮這個東西，微鹹偏甜口的，很好的就把山羊奶酪的腥味給弱化了，給壓住了，而且它脆片也很好的去提升了甜點的口感，有意思。我們很多的朋友吃不慣山羊奶酪，覺得很重口、很膻，但這個其實還好，我覺得蠻好的。第二款驚喜甜點啊，同樣是做的冰淇淋，但它用的是 Haut Blochon，然後配了一坨黑加侖的冰淇淋做配，讓我們來試試。這個你就能吃到完整的奶酪味了，因為 Haut Blochon其實是一個真奶做的一個奶酪，所以它透味其實是蠻足的。就你能隱隱的在這個冰淇淋裡吃到一丟丟，但是不明顯。這個黑加侖的加持啊，把它的奶酪的不愉悅的味道給弱化了。我覺得它這兩道甜點做的都蠻有意思的，而且因為奶酪本身的質感跟脂肪很足嘛，你加在這個冰淇淋裡邊，冰淇淋的整個口感、綿密感、質感都得到了一個很好的提升，是有想法的。
你吃得出来霍布罗熊那个味道吗？我能吃出奶酪味，就是有一点点小臭的那种感觉。我们现在出来了，今天晚上真的是吃爽了，我现在都感觉特别的满足饱足吧，毕竟吃了那么多的脂肪。我们今天晚上一共是吃了差不多80块钱，我觉得很棒的点吧。第一个是因为他们原材料用的真的很好，因为不管是我们上次吃的奶酪火锅也好，还是这次吃的车轮奶酪也好，没有说技巧要求特别的高，但是对原材料的要求就非常的高。而他们的奶酪的质量用的是非常的好的，味道非常的浓郁。然后其次就是他刚刚的那2道惊喜甜点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啊，我还真是第一次吃到。就刚刚跟主厨阿姨聊天的时候，她也提到，大概前后用了1年半的时间来準備這2個冰淇淋，試了非常多不同的版本，包括搭配也好，然後才有了今天這麼樣一個結果。就我能完完全全感受到他對料理的，對他喜歡的這個奶酪這一塊東西的熱情啊，這種熱忱感，所以我也真誠的回報了我對這2道甜點的反饋和一些小小的意見，他也是非常的開心。就是你對美食熱愛的人在真誠交流之間獲得的那種滿足感，獲得的那種喜悅感吧，真的是一件蠻有意思的事情。不知道你們覺得今天這頓飯怎麼樣呢？或者你們吃到過哪些讓你們覺得印象特別深刻的奶酪的料理？彈幕留言評論分享給我。如果你還喜歡今天的視頻，請你記得一定要幫我點讚、轉發、投幣、收藏，一鍵3連。如果你還想跟我一起去探索和製作更多的美食，那麼請你記得一定要關注和訂閱我的頻道。那麼我們這期視頻就先這樣，下期視頻再見 ，Peace out。一股奶酪味。啊，太神奇了。